修行佛法，犹如在铺设一座通向涅槃的桥梁，每一块砖石都必须精确地放置在合适的位置。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回向这一修行中的关键环节。回向作为一种将自己修行所积累的功德转化的方式，必须遵循正确的次第，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功德效用。如果回向的次序混乱，结果不仅不能积累应有的功德，反而可能事倍功半，甚至前功尽弃。大制度论中曾有一段开示，警示修行者，回向若非次第，犹如逆水行舟，事倍功半。这段话表明，如果回向的顺序不当，就像在逆水中划船，修行人会感到费力而进展缓慢，功德的积累就无法得到应有的圆满。回向的次序就像是修行道路上的航向，如果没有正确的航向，在精力充沛的修行者也会迷失方向，无法到达目的地。在佛陀的教法中，回向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仪式，而是修行者将自己所有的功德、智慧、慈悲等一切善行转化为对他人、对世界、对众生的利益。每一份功德都应该按照佛陀所指引的次第回向，才能最大化其作用，令修行者最终走向涅槃的彼岸。许多修行者虽然每天精进修习，努力诵经、礼佛、打坐，修行过程中并不懈怠，但若在回向时没有按照正确的次第进行，积累的功德就无法发挥其真正的力量。佛陀的教诲中常常提到功德的回向，指出回向的次第是修行者积累善果的关键所在。有一次，佛陀在知树给孤独园为弟子们讲法时，一位年轻的比丘善明心中一直存有疑问，便向佛陀请教道：世尊，我们每日精进修行、诵经、礼佛、打坐，功德自然日渐增多，但每当回向时，心中常常困惑，不知道应当按照什么顺序来回向功德，应该先为自己祈愿，还是应当先回向三宝，再回向众生呢？请世尊为我指点迷津。善明比丘心中一直怀疑自己修行是否能够达到佛陀的要求，他明白自己虽已努力修习佛法，但若回向的顺序不对，自己的修行功德可能就会大打折扣，甚至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。每次回向时，他总是先回向给自己的家庭、亲友，祈求他们平安、健康、顺利，才会回向给其他众生。可是心中又有不安，是否自己犯了错误？此时他看到佛陀庄严的身影，内心涌起了无尽的敬仰与渴望，期待得到佛陀的慈悲开示。佛陀听到善明的疑问后，目光温和，微微一笑，仿佛看透了善明心中的疑虑。他目光慈悲地扫视了在场的弟子们，缓缓地说道：善哉，善哉，善明，你能提出这个问题，说明你已触及到功德回向的核心。你心中有疑惑，正是因为你意识到回向功德的重要性。回向功德若是顺序错乱，正如逆水行舟，越是用力越难以前行。佛陀抚摸着手中的钵盂，声音温和而坚定。回向功德是修行的一部分，而回向的顺序却至关重要。许多修行人虽然每日精进，却因回向顺序不清，无法让自己的功德得以圆满。回向的正确次第，不仅能使功德得到应有的回报，还能让修行者的修行之路更加顺畅。阿难尊者在旁边听着，见佛陀开示，便忍不住问道：世尊，我们每天都在精进修行，心怀善念，为什么回向的顺序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呢？我们回向时心中充满了对佛法的恭敬与感恩，为什么会出现功德减半的情况呢？佛陀闻言深深点头：阿难，你说的不错，回向时心怀善念，心中充满对三宝的恭敬与感恩固然重要，但回向的顺序更是决定功德是否能圆满的关键所在。即便是最上等的布施，若是方式不当，也可能功德减半。回向也同理，正确的顺序能够让功德得以完美转化，而错误的次第
则会使功德大打折扣，甚至功亏一篑。佛陀低头沉思，轻轻地叹息了一声，然后缓缓地讲述了一个往昔的故事。在过去的世间，有一位修行者名叫天华，他每天勤奋不懈，诵经打坐，修行精进，几乎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修行境界。然而天华每次回向时，总是先回向给自己和家人，祈求自己在现世中能够获得富贵、健康和安宁，最后才想到将功德回向给诸佛菩萨和六道众生。多年之后，天华命中正如他所修积的功德，本应往生善处。然而当他见到阎罗王时，阎罗王翻开生死簿，看到天华的功德，却叹息道：天华啊天华，你虽然勤奋修行，但由于回向顺序颠倒，本应圆满的功德只剩下30%。你先想着自己和家人的福报，心存思念，未能发心度化众生，未能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诸佛菩萨，这是大乘菩萨道所不应有的行为。听完这个故事，阿难尊者不禁感到震惊，他对佛陀问道：世尊，一个回向的顺序竟然会如此影响功德的大小吗？佛陀深深叹息道：回向如同布施，心念决定功德的大小，回向的顺序若正确，能令有限的功德无限扩大，而如果回向次序不当，即使修行者努力积累功德，也可能最终将其功德消耗殆尽，无法真正受益。此时善明比丘感到一阵惭愧，他低下了头，诚恳地说道：世尊，弟子以往常常将自己和家人放在回向的首位，今天才明白自己一直走错了方向，未能遵循正确的回向次第。今天听到佛陀的开示，仿佛豁然开朗，迷雾消散。佛陀看到善明比丘的态度如此真诚，微微一笑，温和地说道：过去你未能觉察到，今后依照我所教的回向次第修行，必定能够功德圆满。回向如同种子，播种在哪里，果实就会在哪里结成。若你先回向给诸佛菩萨，功德自然回归佛法的海洋；若先回向给众生，慈悲自然广泛；而若先回向给自己，必定局限在小乘的道上。在佛陀的开示之后，整个支树给孤独园的气氛变得无比庄严和宁静。众弟子们屏息凝神，聆听着佛陀接下来的教诲，心中无不充满敬仰与忏悔。佛陀那沉稳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众人心中，带着无尽的慈悲与智慧。佛陀温和地看着善明比丘，轻轻点了点头，然后缓缓开口：善明，既然你已明白回向次第的重要性，那么我便告诉你，修行者的回向顺序是有5个关键的步骤，这5个回向次第是修行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。记住，回向的顺序若错乱，如同将良药配错剂量，不仅无益，反而有害。善明比丘全神贯注地聆听，心中充满渴望，期待着佛陀的进一步教诲。佛陀的每一个字句都像是润物无声的甘露，滋润着修行者的心田，指引着他们走向真理的光明。第一，回向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、菩萨、罗汉。佛陀的话语清晰且有力，愿以此功德供养诸佛，庄严佛土。因为诸佛是所有功德的源头，一切修行的根本，所有的功德、智慧与慈悲都源自佛陀。修行者通过回向功德给诸佛，犹如小溪流入大海，水流归大海，自然融汇一体，功德得以圆满。回向给诸佛是修行中最根本的部分。无论修行者如何积累功德，若没有回向给佛陀，功德便如同无根的树木，难以成就。而诸佛所具足的无量功德，正是修行者的指引和依靠。回向功德给诸佛，是修行者心中最崇高、最真挚的表现。佛陀继续说道。此时善明比丘心中豁然开朗，他终于理解了为何回向时要先给佛陀。佛陀不仅是所有功德的源泉，更是修行者迈向解脱的导师与依靠。第二，回向给正法。佛陀继续开示：愿正法久住世间，佛法不绝，
法轮常转。正法是修行者的明灯，是引导众生脱离苦海的道路。正法若不久住世间，众生如何得度？若没有了正法，修行者便如同在黑夜中迷失的行者，无法找到前进的方向。正法是佛陀教化众生的无上法宝，也是我们所有修行的基础。回向给正法，是修行者内心对佛法的尊崇与依赖，也是修行者对普度众生的愿望。正法一旦回向，便能够滋养更多的众生，让佛法的种子在世间生根发芽。佛陀的声音在空中回荡，带着无尽的力量。此刻，所有在场的弟子都在默默点头，他们感受到了佛法的力量，感受到了那份穿透心灵的智慧。每一个修行者的内心深处都开始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仰，心中也生出了一份想要广传佛法的愿望。第三，回向给僧宝。佛陀继续说道：愿一切僧众道心坚固，弘法利生，住持正法。僧宝是佛法的传承者，是佛陀智慧与慈悲的继承者，承上启下，连接着佛陀与众生。僧宝如同灯塔，为迷失的众生指引方向。佛陀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温和地扫视着众弟子，继续说道：僧宝不仅仅是修行的集体，更是佛法得以延续的根基。正是因为有了僧宝，佛法才能够传承千年，众生才能够得度。每一位僧人都是佛法的传播者和护持者，而修行者若能回向功德给僧宝，不仅能让自己的功德得以回向，还能为佛法的传承做出贡献。善明比丘心中深感钦佩，他一直未曾深入思考过僧宝在佛法传承中的重要性。如今佛陀的教诲让他对僧宝有了全新的认识，也使他心中充满了敬意与感激。第四，回向给六道一切众生。佛陀的声音变得更加沉稳而有力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众生，所有众生皆能同证佛果。菩萨的发心是为了度化众生，若不回向给众生，如何能够谈得上大乘菩提心？众生的苦难是我们修行的动力，菩萨道的核心就是发心度众。回向给众生，能够让自己的功德广泛地惠及一切有情众生，无论他们身处何种境地，都能够因修行者的功德而得以解脱。回向众生是修行者慈悲的体现，也是大乘佛法的核心精神。听到这段话，善明比丘的内心被深深触动。他想起了自己之前的回向方式，总是将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亲人和自己，从未真正想到过其他众生。如今佛陀的教诲让他感受到了对一切众生的关怀与慈悲，心中油然而生出了一股强烈的愿望，希望自己能以自己的修行功德帮助更多的众生脱离苦海，最后方可回向自己。佛陀的声音逐渐变得柔和，愿以此功德消除宿世罪业，增长福慧资粮，早日证得菩提。自己是最后回向的对象，这体现了无我精神，是大乘菩萨道的本质所在。佛陀的话让善明比丘深感震撼，他一直以来总是将自己放在回向的首位，甚至常常会因自己和亲人的福报而回向功德，直到今天才意识到回向自己不仅是修行的末步，更是大乘菩萨道的真正体现。若总是以自我为先，便无法真正走入菩萨道的深远和广阔。回向自己并非不可以，但必须放在最后。佛陀继续说道，回向自己并非仅仅是为了自私的愿望，而是为了在无我精神下祈愿自己的福德增长，增长智慧，增长慈悲，最终能够为所有众生带来更多的利益。佛陀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深入善明比丘内心的钥匙，解开了他所有困惑的锁。他终于明白了回向的真正含义，那不仅仅是功德的转化，更是一种修行人心中对佛法、对众生、对自我心性深刻的认知与觉悟。随着佛陀教导的结束，善明比丘在内心深处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从今以后，他将按照佛陀所教的次第修行回向，彻底摒弃自己以往的错误方式。无论是回向三宝、回向众生，还是回向自己，
他都会依照佛陀的教诲，恭敬而庄严地修行。佛陀的开示不仅让善明比丘明白了回向的次第，也让在场的所有弟子都深感受益。他们每个人都在内心默默立下誓言，按照佛陀所教导的回向次第修行，确保自己的功德圆满。此刻，佛陀最后的总结更是令人心潮澎湃。回向是修行中的重要一环，它稳固了我们的功德，指引我们走向解脱的彼岸。回向的次第如同一条清晰的道路，指引我们从有限走向无限，从我执走向无我。只要按照此法回向，不仅能让我们的功德圆满，还能让我们更接近佛果。善明比丘双手合十，恭敬地向佛陀说道：感谢世尊的开示，弟子一定依教奉行。按照回向次第修行。当天，善明比丘回到自己的禅房，开始严格按照佛陀的教导，调整自己过去错误的回向方式。他再也不会让自己和亲人的福报成为回向的首位，而是会首先回向给三宝，给众生，最后回向给自己，确保自己的功德能够真正达到圆满。3个月后，善明比丘在一次禅定中见到诸佛现前，为他授记，预言他将来必定成佛。回向次第的调整竟然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化，这使他更加坚信了佛陀开示的正确性和深远意义。修行者当铭记，回向顺序若错乱，功德将大打折扣；次第若正确，则有限的功德必定能转化为无限的功德。每天一个佛学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若能令您有所得，乃我累世善缘感召，亦是佛恩加倍，愿共沾法益。感恩您的观看、点赞和订阅。南无阿弥陀佛。